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，小编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也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。最近小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现开始出现了许多冒充扭转乾坤名义，并开设 Telegram 群和 WhatsApp 群进行诈骗行为的不明人士。在这里，小编想请大家认准我们扭转乾坤的社交平台账号，而且声明我们并没有任何 WhatsApp 群，所以恳请大家千万别上当，以免受到财务上的损失。在这里，我们也要澄清，对于这些诈骗账号的行为，我们将不会妥协，而且受到任何该账号所造成的财务损失，我们也一概不会负任何责任。希望大家严防受骗，保护好自己的钱财。那么今天的影片正式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扭转乾坤，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，阅股无数，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，就从这里开始。上一支影片，小编我为大家讲解了一家自去年股价就开始大涨的公司 Pressmetal， 看看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玄机，并且得到了广大听众要求做一个续集。那么上支影片说到了他们股价大涨的原因，这一支影片我们就来更深层的探讨他们的未来与利空。那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、点赞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。而且如今小编偶尔也将在我们扭转乾坤的面子书开直播，与大家分享股市里的一些公司哦。所以还没点赞和 follow 我们面子书的朋友们，记得马上去点赞哦。那这一支影片我们就马上进入正题，还没看上支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回去看哦。首先我们先来看他们的业务的收入分布，从这里我们看到最新累计2个季度 Pressmetal 最大的收入来源，主要都是由 Smelting 冶炼铝所贡献，一共占了总收入的 78.9%， 而排在第二的则是他们的压缩 Extraction 业务，一共占了总收入的 17.4%， 而剩下的2个业务，也就是提炼和其他业务，则是分别占了 3.2% 和 0.5%。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，他们主要的收入都是靠冶炼铝制品来支撑，而如今也有在扩张，这一些都在上个影片有为大家讲解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们的地区收入分布图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最主要的收入地区其实还是本土大马，一共占据了他们总收入的绝大部分，一共高达 4.9 个 billion。 而排在第二的是来自亚洲区的客户，一共占了 766.8 个 million。 剩下的2个区域就是欧洲和美洲，各占了 194.6 个 million 和 142.1 个 million。 由此可见，他们还是依赖很多本土的收入，或者说是外国客户在马来西亚分行的收入。接下来小编也要与大家一起分析铝在未来的市场需求量和供应量。那我们就要先来了解铝到底有哪一些用处和特质。先从特质来看，铝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很轻盈，它的密度是不到不锈钢的1/3，所以适合用于制造飞机和一些大型物体。此外，铝也非常的抗腐蚀和抗氧化，这样一来就不容易生锈，而这样它就会比钢铁来的经得起风吹雨打。这也就让铝在未来发展绿色能源成为非常重要的材料。这一个之后小编我会更详细的解释。之后铝的弹性、刚性都非常的高，这也就导致它们不易变形，而且铝的寿命也比一般金属长，一般都是在30到50年之间。那它们都会用在什么行业呢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们最主要的用途是在建筑方面，一共占了 32.4%， 而其次就是交通工具，例如飞机、汽车等等。排在第3的就是电子与电力行业，占了 13.5%。 所以我们看到铝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但是这一些相信大家都知道。那么今天小编我就来聊聊铝和最近比较火热的行业之间的关联，那就是刚刚说到的绿色能源领域。首先就是太阳能板的框架，主要都是使用铝来制作，因为铝的特质更加的轻盈，而且抗腐蚀。之后就是电动汽车领域，因为要减少电能的损耗量，因此电动汽车的车身以及某些零件都会采用铝制品，这也要归功于铝的轻盈特性，所以更适合电动汽车。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2个领域都将会是在未来有增长的领域，所以想必这也将会再次增加未来铝的需求量。那看完了他们未来的需求，我们就来看他们未来的供应。从这个研究报告显示，在2020年铝的闲置产能是大约在 1.5 个 million 吨，但是来到了2021年却变成了短缺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未来的铝将会
需求多过供应，导致产能出现短缺，而原因就是上一支影片提到的中国减产，因为如今中国至今已经减产了52万吨，所以根据 Macquarie 的分析，他们预测在未来的4年里，铝的供应将会面临短缺，更将在2025年达到200万吨的短缺，而这也将会拉高铝的价格。那从宏观的角度回到来 Pressmatter 这一家公司，其实除了铝的价格大涨之外，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导致了他们股价大起，那就是他们的流动股票数量非常的少。从他们2020年的年报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持有10万股以上的大户就占了 98.98%， 也就是说散户的票就大约只有 1.02%， 这也就让他们的股票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。那再看他们的30大持股人，也就是一些大户和基金的持股量，就占据了他们总股票数量的 63.94%， 而这些基金的持股能力都会比较强，所以由此可见，这也是为什么 Pressmatter 至今股票都还是呈现上涨趋势的其中一个原因。但是这一切的利好因素并不是没有利空的，那就是如今他们的 PE 已经是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，也就是65倍，比起其他类似业务的上市公司相比已经是遥遥领先。虽然说未来他们将会再增加产能，可能业绩将会再次提升，但是 PE 还将会是在40倍左右，所以这也是投资者们需要注意的事项。此外，如今中国虽然减产导致铝短缺，但是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生产，把这些短缺的市场份额瓜分填补，而这很有可能会将铝价再次调低回正常的水平，就好像当手套股短缺时，大批新的生产商将会进入市场并填补短缺一样。但是有别的是，铝的需求将会不断增长，而手套只是因为疫情而需求暴涨而已，所以这也是投资者们需要考虑到的因素。那在这里小编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，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，想要开投资户口并享有 0.05% 最低水钱和良好的服务的话，可以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向小编了解更多哦，并且声明小编的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，少走冤枉路，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。那么荧幕前的你们觉得如今 Pressmatter 是否属于高估还是低估呢？觉得高估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，低估的打上2，并分享您的高见哦。如果要小编分享哪一家公司，也可以在留言区打上公司的名字哦。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，有些故事用于赞颂，有些用于警戒，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，请大家三思而后行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，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